朋友们，今天这期内容呢，算是提前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。现在呢，正值腊月时节，腊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份，只有过了这个节点，14年才算是真正到来。现在只能说算是如来。我们都知道，转换的变动节点往往是极其关键的，也是蕴藏危机的。如能提前做好准备，步步为营，那么在接下来的很久一段时间都能打出漂亮的成果。所以今天的内容一定要耐心看完。好，我们进入正题。很多人在抱怨自己运势不好时呢，经常会说一句话，那就是老天爷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相信大家肯定也说过这句话。这句话被大家用了成百上千年了，但是估计许多人都没想过老天爷到底是什么。其实老天爷呢，更像是道的化身，所以顺道而行会让我们的运气呢更加的顺遂。这么讲也许有些抽象，用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的话，我觉得用风水这2个字会更加合适。一谈到风水呢，很多人不可避免的就会和迷信、提升运势、改命之学等等联系在一起。这些呢不能说错，但是呢又有些不太对。风水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生长的环境、居住的环境、办公的环境、生活的环境，它是一门环境科学，而不是像那些江湖骗子一样，在哪里去摆放个五帝钱或者神兽之类的。真正的风水呢，是借用环境的能量，这就像是借助了老天爷的能量。从科学层面来讲，我们所处的世界遍布着各种能量场，像物理学中的电场、磁场，它们虽肉眼难见，却能实实在在地对其中的物体施加着影响。同样，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场，由周围的人事物共同营造，不断散发能量，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模式、情绪起伏和行为方式。良好的风水会构成独特的场能，会让人感到身心愉悦。在拥有良好的精气神的状态下，我们更容易获得更好的成果。而处于嘈杂混乱的环境中，我们往往就会莫名烦躁，做事效率低下，而在这样的状态下做事时，便很容易出现乱子，形成了做事不顺的情况。这便是环境场能对我们的直接作用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我并不是在劝你要找所谓的大师给你调风水，而是提醒你千万不要忽视环境能量场对人的影响。今天呢，我们以人的角度出发，来谈谈与环境该如何相处，才能让我们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。首先，这个世界是什么状态？相信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。你的世界和什么有关？佛家很早的时候就给出了答案，叫做6根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这些你弄明白了，基本就把人的运作系统给搞明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从这6根的角度来拆分风水是如何对我们产生影响的，并且该如何去调整自己的环境风水。首先，第一个，眼睛，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。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会对我们的心理及感知产生一些影响。看到的是不是美好的？是不是让我们感到舒服？如果看到的地方是美好的、舒服的，这个地方的风水就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破烂的环境，一个死气沉沉、没有朝气的地方，你能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几率有多大？你的状态能有多大干劲？人都是触景生情的，会被环境所影响，这种环境会压到运势。第二，耳朵，听到的声音是悦耳的还是噪音？声音好听，风水就好；有噪音，风水就不好。比如靠近高速公路旁边的房子噪音很大，
会容易让人的注意力不集中，也会影响到休息和沟通，容易造成人心烦意乱，风水自然就不怎么好。但是，最大的噪音是在屋子里发生的，那就是家庭不和，也就是吵架。这对人的伤害很大，对命运的障碍很大，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更大。所以家一定要和，家人之间要彼此沟通，这样才没有障碍，才是好风水。所以我们老祖宗才说家和万事兴。第三，鼻子，在这方面的表现呢，就是气味。闻到的气味好不好闻，你的六根会影响到你的潜意识。往往难闻的气味会让人的大脑觉得有什么东西坏了，而坏了的这种信号就会给潜意识释放这东西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，提醒着你处理这个问题。如果一直闻到难闻的气味，慢慢健康也会出现问题。比如化肥厂或者垃圾场旁边的人，身体就经常容易出现问题。但如果家里面能常常摆放芬芳的鲜花，一进家门闻到的味道很好，这时候心情就会变好，而好的心情自然会有好的状态和情绪，只有好的状态才会有好的结果。俗话说，天有三宝日月星，人有三宝精气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样风水自然就好。如果所处的地方气味不好，就不是好风水。第四，舌头。严格来说，味道其实不算环境风水，更多的是人体风水。《黄帝内经》上讲，人的健康都是由情绪所导致，而健康又影响着人的情绪。比如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悲伤肺，恐伤肾。而味道也能影响着人的性格。比如喜欢吃辣的人往往就比较有激情，喜欢吃蔬菜的人情绪就比较平稳，不容易生气。喜欢吃甜的人就容易安逸，追求安全感。因为甜为肝，五行为土，土是厚重的、安全的。第五，身体，也就是我们的触觉。关于这方面呢，大家可以看看家里有没有太多的不锈钢、太多的玻璃以及太多尖锐的东西。不锈钢给人的感觉是冰凉的，玻璃也是冰凉的，而且易碎。这些东西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身体，所以不是好风水。家里这些东西不能太多，家里养的植物也要特别注意。养针叶植物很容易刺伤身体。我曾经看到一个朋友家里呢养了好几盆仙人球，于是就问他养这么多仙人球有什么好处。他回答说仙人球辟邪。我说你一屁股坐在上面就辟邪了。其实真正辟邪的是什么？是正知、正见、正念。如果没有这些，靠仙人球辟邪能有什么用呢？第六，意识感知。这个和前面的呢都不太相同，每个人喜欢的是有区别的。这个需要你用心感觉一个地方是不是祥和，是不是舒服，这是对有形以外的磁场和气息的感觉。比如一个房间布置的整洁美观，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心里很喜悦、很美好，那这个房子的风水就好。如果里面杂乱无章，让人一看就感觉到压抑和烦躁，这就是糟糕的风水。这也就提醒我们，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家里和工作环境的洁净有序。整洁本身就是一种正面的能量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一些环境布局的建议。如果大家不知道该如何调整环境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就拿我们每天待的时间最久的卧室来举例吧。因为待的时间久，所以卧室的环境能量对我们的运势、健康和感情都有很大的影响。那卧室的布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首先，卧室门不要正对镜子，
这样会让我们感觉不自然和不舒服，因为镜子会反射光线和影像。如果卧室门正对镜子，就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或者其他东西的影子，这样会让我们觉得有人在窥视自己。特别是如果镜子正对着床，就更加不好了，因为如果从睡梦中醒来，意识不清时还容易受到惊吓。所以卧室门最好是在镜子旁边或者远离镜子。第二，床头不要正对房门，这样会让居住者感觉不安全和不稳定。因为睡觉时最讲究安全、安静和稳定，特别是如果房门经常开关，就会打扰我们，或者有危险威胁。所以床头最好是在房门旁边或者转角处。同样，床头也不要紧贴窗口，因为这样也会让我们缺乏安全感，造成精神紧张，影响健康。床头应该紧靠墙壁，在一些风水学上称为背后有靠。如果没有靠，就会落空，睡在床上的人容易精神恍惚。第三，床头不要在横梁下，这样会让居住者感觉压抑和难受。因为天花板应该平坦，横梁在心理上容易产生压迫感，俗称横梁压顶，这样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状况。特别是如果横梁正好在心脏或者头部上方，就更加不好了，因为这样会让居住者的心脏或者头部受到压力和伤害。所以床头最好是在没有横梁的地方。第四，卧室不要摆过多的花草，这样会让我们感觉阴冷和湿润，因为过多的花草容易聚集阴气和湿气，同时晚间会吸收氧气，释放二氧化碳，影响身体健康。特别是如果花草有刺或者有毒，就更不好了，因为这样会让我们觉得有危险或者有伤害。所以卧室最好是摆一些少量的、清香的、无刺的、无毒的花草，以增加一些生机和美感。第五，床要高于地面50厘米，这样会让我们感觉舒适和健康。因为床高于地面可以保持空气畅通，减少地面湿气渗透入床垫，有助于我们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状况。所以床要高于地面50厘米，以保持干净和安全。这些建议大家可以对应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来印证下，看下长期居住这种环境的人是否有这些情况发生。同时也可以根据以上建议来优化自己的居住环境。当你调整完之后，马上就能感受到房间和自己的能量都得到提升了，运势和心情也都会随之发生改变。其实系统性的专注风水的门派呢，不下100种，而其中的理论都有冲突的地方。但上面我告诉大家的观点和方法呢，是所有门派共同都认可的。如果你能认真领会，哪怕你遇到行内人，他也会觉得你很专业，而且很科学。风水从不是迷信，它只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环境。毕竟所有的生命体都是环境的产物，适者生存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